转来的学霸不小心坐在了校霸的位置，就被整瓶可乐从头淋到脚，液体顺着额头滴落，浸湿了整件校服。叶青眼中燃烧了愤怒的火焰，正准备起身反击，就看见同学向他摇头，示意他不要动手。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叶谦决定和校霸决一死战。在爷爷的生日宴上，叶谦向长辈们献上祝福，全家人齐聚一堂，气氛看似热络，实则暗流涌动。爷爷质疑叶谦为何要在关键时刻从西门高中转到名声不佳的圣丰高中，甚至暗示这种选择是出于逃避竞争。面对质问，叶谦平静地说出自己的心声，他喜欢现在的学校。母亲随即为他缓解局势，觉得新环境对孩子更有利。番后爷爷告诉叶谦，自己只需要一个电话，便可封死他父亲公司的所有供货渠道。갑질이요. 할아버지, 저 아직 미성년자예요. 술은 어른에게서 배우는 거지. 어른이 주는 잔은 마시는 거다. 叶谦被迫全喝了，最后爷爷话锋一转，表明自己的身份地位。他的甲方是整个家族利益链条最顶端的掌控者。他质疑叶谦的父亲当年未能认清现实，天真的想要走出自己的路，最后仍不得不回到这个家族体系中来。他曾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却因为脱离家族力量的庇护一事无成。如今没有爷爷的扶持，他什么都做不了。他强调，在每个人想逃跑的瞬间，才真正需要咬牙坚持，因为那政治决定是否能成为甲方的分水岭。而叶谦的父亲和哥哥恰恰没能熬过这一刻，而如今他只剩叶谦一个人寄托希望。他要求叶谦重新回到西门高中，一句我打个电话就行了。再次昭示了他在教育资源体系中抢着主导地位。面对爷爷布置好的未来蓝图，叶谦终于开口，他说如果再回到西门高中，他会死的。走出门的叶谦看到了死去哥哥的身影，他刚想走上前，却跌入了泳池。好在父亲急流跳入水中将他捞了出来。母亲埋怨爷爷为什么这么逼叶谦，爷爷认为孩子需要强硬的教育，就该承受压力。他只说正是因为父母的软弱，才让孩子变得如此脆弱与挣扎。他直言不讳地说，是这套家庭逻辑毁了叶谦。第二天上学，叶谦不顾江永琪的劝阻，执意要去找南胜池和许承旭决一死战。云杰劝他暂时别冲动，先和班主任谈谈情况。然而叶谦的态度却异常坚定，他主动询问南胜池在哪个班，得知是5班后，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云杰情急之下追上来拦住他，规劝他不能去，那些人玩真的会要命的。他大声质问叶谦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叶谦轻声回应，因为丢脸，不是为谁出头，也不要成为英雄，是因为那天自己的太懦弱，不敢抬头，不敢回应，连睁眼看人都不敢。他恨那种耻辱，也恨当着选择逃避的自己。叶谦走进南胜池的教室，向所有同学请出。面对南胜池，他平静地说出那句悔意，我应该喝可乐的。那是一种近乎自嘲的方式，代表他准备好了，不再回避。南胜池笑着递过一瓶可乐，说那还得1000买的。叶谦接过认真道谢，然后将可乐全部倒在了南胜池的头上。 나는 진짜 걱정했잖아. 네가 나한테 싸움 안 걸릴까 봐. 여기서 할까? 새끼, 콜라 아깝게. 나가자. 场面一触即发，此时班主任赶来，看见教室一片狼藉，怒火中烧，指责南胜池一再惹事，甚至质问他是不是把自己当成黑帮老大了。南胜池一如既往的调皮，满口道歉，就也试图缓和气氛，甚至主动上前给老师按摩。老师叹了口气，留下一句警告：这是最后一次了，尽管责备，他还是放过了他们。随后南胜池告诉叶谦，中午去乐队时，不来的话就别怪他不客气。这句带威胁意味的话，也彻底揭开了即将到来的正面对决。中午叶谦如约现身，南胜池拿出魔方，提出一个选择题：要一起混，还是干一场？叶谦毫不犹豫地答道：速战速决吧，我还得学习呢。言罢，两人立即开打，拳脚相加，毫无保留。这一战远比以往凶险，南胜池的攻击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叶谦被连番击中，倒在地上，勉强想起身，却被南胜池死死锁住后背，在毫无还手余地的背后裸脚下，叶谦渐渐失去意识，最终他倒在地板上，彻底陷入昏迷，一动不动。随后南胜池将目光转向了下一个目标江云琪，眼中满着兴奋与侵略。他开国挑衅，有了这种胆小懦弱的学生，往往反而隐藏着更强大的潜力，甚至试图劝诱对方背叛叶谦，加入他的阵营。江云琪承认自己胆小，却直言最讨厌的就是丢脸。连连告白后战斗姿势，叶谦醒了过来，他挣扎着起身，目光坚定，准备再次与南胜池展开较量。这一次，他不再陷入南胜池擅长的地面缠斗，即便南胜池多次试图将他拖到地面，叶谦都一一化解。但南胜池并未就此放手，他突然变招，一记迅猛的十字固锁住叶谦的颈部，再来将他压倒在地。面对这种极具压迫感的技法，南胜池咄咄逼人，甚至要求叶谦拍手认输才能罢手。叶谦咬紧牙关，在几近窒息的边缘拼力全力挣脱束缚，他翻身将南胜池压制，其成为牢牢控制住对方的双臂，接着一记记重拳如雨点般砸下，南胜池瞬间被打得血流满面，毫无还手之力。眼见局势失控，许承旭企图上前插手，却被江允琪一脚踹飞出去。 넌 뭐야 이씨. 의겸아, 이 학교에 2명 남았다 있지? 그 중에 1명 내가 지금 정리한다. 누가 누구 정리해? 내가 너를.
男生这趁乱挣脱起身喘的粗气，冷冷丢下一句：“等他们分出胜负再继续。”没想到江允琪才是隐藏的高手，他身手凌厉，反应迅速，水成旭根本近不了身，一套组合拳下来，水成旭倒地，瞬间解决了战斗。江永琪转过身，有点鼻血出来，就算输了。然而南胜直并不打算退场。片刻后，他再度出手，并且说这一切都是易清挑起的，此时只能奉陪到底。他警告说，如果手肘真的被打断，到时候恐怕都难以修复。现场的气氛紧张到极点，就在这混乱中，易清反败为胜，用一记出其不意的技巧将对手制服。易清警告所有人，从今往后别再欺压他人。所有人一时间沉默，沟通迎来了新的秩序，把两者被逐出中心，学员终于回归平静。江允琪对易清说：“现在的一切如你所愿，没人再会动你，终于可以安心学习了。”易清的神情却出奇的空洞，他没有回应，仿佛灵魂还沉浸在那场持续已久的战争中。哪怕是在上补习班，易清还在回味那场战斗。老师发现他走神，用手指戳他的头，反复提醒他集中注意力。这次易清不再忍气吞声，而是抓住了老师的手腕，吸引了不小的骚动。虽然他连忙道歉，却依旧招来了老师一顿训斥，虽为他顶撞反抗不思进取，还要他想起父亲的期待。易清干脆拿起书包离开了补习班。第二天，父亲质问易清为何上课途中离开，易清解释是老师让他出去的。面对父亲的责难，他试图坚持自己的态度，说要主动学习，不愿再被逼着走，甚至提到自己最近成绩略有进步。但这番解释并未换来理解，反而激怒了父亲，责问他是否每次都只想着逃跑。易清低头认错，但还是无法摆脱训斥。父亲决定亲自去补习班道歉，并承诺这类事情不会再发生。面对沉重的家庭压力，易清只能低声回应是，强忍情绪回到座位继续学习。只见江允琪将易清叫了出来，觉得这一切还没有结束，现在才刚刚开始。他们的敌人不仅是眼前这几人，坏人到处都是。江允琪提到易清曾就读的西门高中，并点名那里的高二生金南叶。视频里，金南叶正在教室里仗势欺人。江永琪随即向易清讲述金南叶的背景，这是个披着学生皮的施虐狂，为了释放自己的学业压力，肆意折磨他人。他的父亲是医科大学的教授，每次事后都能轻松掩盖真相，没人能治得了他。易清听后问江永琪打算怎么办，江永琪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去抓他。”这时电话响起，易清刚要接听父亲的电话，江永琪就把手机抢了过来，劝他说不要再盲从父母的安排，要遵循自己的意志。너 미쳤냐? 세게 나오네. 너 나도 치겠다. 강윤기, 죽고 싶냐? 미안하다. 就在易清转身要离开时，一个同学叫住了易清，鼓起勇气向易清道歉。原来之前易清教训过黄毛，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被欺负。他一直想亲口道歉，却始终没有机会。江永琪转头对同学说，那种出手根本不是为他。易清不是一个为了别人着想的人，他打人只是为了发泄对父亲的不满，因为他不敢动手对抗父亲。外的父亲又带着易清参加一场高端聚会，也有为了争取到与医大教授们见面的机会。除了日后升学的好资源，他被介绍给各路人脉，一一寒暄，强颜应对了场面上的假笑与虚伪。但让易清没想到的是，在这里他碰到了高二生金南叶，医科大学教授的儿子。然而易清心里很清楚，眼前这个外表光鲜的优等生，其实是个披着人皮的畜生。那张冷静自持的脸孔下，藏的是他亲眼目睹过的暴行与残忍。这个人远比南胜之那种明面上的恶棍更可怕，因为他的恶有权力在替他遮掩，有大人们在为他包装成未来的希望。金南叶主动向易清打招呼，易清却提起了吴成范。오승범은 어떻게 됐습니까? 선배님이 연루된 그 학폭 사건이요. 아직도 그 지긋지긋한 루머가 영상도 같이 있던데요. 아니, 장애인을 위한 어플을 만든 사람이 누군가를 불구로 만들었다는 게 진짜 끔찍합니다. 이거 아직도 그 지긋지긋한 루머가 참. 父亲见状，快速拉着易清离开，怒斥他疯了吗？在这么重要的场合聊什么校园暴力？易清怒斥这个所谓的优秀前辈，其实是个以暴力胁迫同学、强奸钱财的混蛋。他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亲眼所见。父亲打断他的话，觉得成功的人总会有些流言蜚语，试图以这种话搪塞儿子的愤怒。可易清却坚定回应，那不是流言，是他亲眼所见的真相。父亲却并不动容，他反问儿子：这世道难道只有抢钱和被抢钱两种人吗？在他眼中，世界本就冷酷复杂，学会沉默，懂得隐忍，掌握分寸，才是通往权力与成功的捷径。他认为南叶面对流言不动声色，才是真正的修养。但儿子来此就是想让他学会如何从容面对，做让父亲发出最后通牒，追向南叶道歉，学会在正确的位置保持沉默。可以前的眼神已不再迷茫，他质问父亲：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想变成那种坏人，难道你想让他变得和哥哥一样吗？一句话像刀一样划破父子间多年的压抑。父亲愤怒地给了易清一巴掌。原来易清的哥哥考上医大之后的1个月，就在自己的房间里结束了生命。那1个月，他其实曾多次试图向父母求助，可父亲却毫无察觉，一心只盯着孩子的成就。在经历情绪崩溃、往事揭示之后，易清下定决心，他找到江允琪说：走吧。
吧，声音平静却充满力量。下一秒，他吐出名字金南叶，带着怒火与信念，他决定亲自去制裁那个披着优等生外衣的施暴者。第二天，西门高中，郑源遭受欺凌，他缩在厕所里试图躲避，却被南叶带人找上门来。门被敲得震天响，郑源一言不发，紧张的屏住呼吸。然而门最终被踢开，恶意如潮水般涌入。南叶一拳接着一拳，将他拖出隔间，强迫他站立，在他当众羞辱。晚上，金一谦与江允琪戴着面具来到金南叶的据点，他们的到来为这场早该终结的校园暴行拉开了真正反击的序幕。他们自称是高中超级英雄，带着玩笑却不失决心的语气，宣告反击正式开始。一场激烈的肉搏随即展开，一谦干净利落的制服对方拳拳到肉，让施暴者手撕肠都是疼的滋味。而江允琪用灵巧的动作轻松应对，用实力证明了谁才是真正的强者。胜利后，他们拍下全过程，让施暴者在镜头前真诚道歉，对方被迫低头，一边忍痛一边说出对不起，请原谅我。어때용서할수있겠어？江允琪却说出更有分量的一番话：原谅不是义务，而是权利，没人能强迫受害者宽恕。他试图所谓原谅才会痊愈，不过是施暴者编造的谎言。真正的治愈是让受害者明白，你有能力反抗，你值得被尊重。江允琪鼓励被打的学生亲自还击，他说：“你要相信我们，别再怕这种人。”在他们的鼓励下，受害者鼓起勇气首次反抗。这一脚是尊严与勇气的觉醒。收敛的喝着啤酒庆祝首次出道的成功。晚上，江允琪来到好友的病床前，他轻声说道：“这只是开始。”金南叶已经跪下了，接下来那些混蛋一个都跑不了。黄毛找到程俊，上面的人命他放学后必须过去一趟，可程俊表示自己已经退出，他拒绝了这份召唤。他言自己已经重新回到拳击馆训练，今后不会再做那些幼稚的事。 야, 최지혁한테 전해. 앞으로 누구든 승준이 건드지 말라고. 경고하는 거라고. 호수 죽이는데? 对语重心长地提醒一谦，从前的南胜哲等人一开始也不是坏人，是从发现自己拳头厉害的那天起才变得幼稚，而他怕一谦也会变成那样的人。与此同时，高三准留生李杰仔一入学便气场全开，直接抢了南胜哲的位置。 어라? 너 뭐냐? 전화 왔냐? 씨발 뭐 이래? 비니가 가니까 번거지가 들어오네? 사정이 있어서 그렇거든. 그거면 허락합니다. 그래? 근데 좀 꺼져줄래? 거기 내 자리라서. 야, 진짜인 줄. 괜찮아. 그럴 수도 있지. 근데 미안하면 나 돈 좀 꺼주라. 李仔疾病未多言，默默投入钱包，只希望以后能让自己安静一点。南胜哲却狮子大开口，要每周10万韩元，甚至威胁没钱就用身体抵食。南胜哲瞬间变脸，上来就拳头招呼。李杰仔懒得搭理他，一直在躲闪。只要略微一出手，来正直就被撂倒。这场冲突很快惊动了教导主任，两人被直接带走处理。收各个年级的头目聚在一起，南胜哲想到为阴招，所有黄毛散发谣言，说这个准教生李杰仔刚来就打败了南胜哲，目的是为了掌控学校，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金一谦。一谦也很快被这股新势力吸引，主动找上门想试探一下对方的实力。江允琪却认出李杰仔曾是无名高中的。 뭔가 오해가 있는 것 같다. 나 싸울 생각이 없는데. 그럼 오자마자 남편식이랑 싼 건 뭔데? 面对一谦的质问，他明确表示自己不想打架。南胜哲的事也是自卫反击，但一谦却不信邪，语气挑衅：“那也试着挡我一下吧。”说完直接动手。江允琪见状，急忙拉住一谦。 야, 싸우더라도 나중에 타기야. 말했지. 나 싸울 생각 없다고. 건들지 마라. 내가 싸우면 너 죽는다. 아이 진짜. 가만 있어봐. 선배님 얘기는 중학교 때부터 많이 들었습니다. 오늘 일은 사과드립니다. 저랑 의겸이는 싸우려던 게 아니었어요. 그냥 선배님도 주먹 쓰기 좋아하는 양아치인 줄 알고. 李杰仔却抛出一句极具反思意味的话：“你们的所作所为和混混有什么区别？”虽然一谦反驳说他们只打坏人，但李杰仔反问：“坏人的标准是由谁来定的？”这一句质问瞬间让一谦无言以对。他们自认为是在惩恶扬善，可在外人看来不过是以暴制暴。而李杰仔更进一步直白点出，动手的人结局都不会太好。这不是劝诫，更像是他亲身经历后的警告。所以江允琪向一谦说起了无名高中，那根本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高中，它诞生于一个极端现实：青少年犯罪数量暴增，少管所人满为患。于是。